就是。哎，这就对了。女孩子年轻漂亮就是资本，不穿裙子就太可惜了啊！你不是说是部门聚会吗？其他人呢？刚才都在这儿呢，跳舞去了吧？应该。那既然其他人都走了，我先走了。来都来了，往哪儿走？同事之间没必要这么拘谨啊！过来坐坐坐，就是你啊！坐，拿杯酒，拿杯酒啊！坐啊 ！Cheers 啊！来嘛！James, you are not just looking for a Ruby, right? You and your Louis Hua folks also want to be the agent of our mine in China. Can you show me around in your mines? James, the danger is greater than you think. Say, if you're not afraid of this, I can take you there tomorrow. I believe in luck. Good evening, everybody. Welcome to all who came tonight. Without further ado, let the games begin. 来这儿的客人呢，只要支付$10就有机会上台，在15秒之内从杯子里找出真钻，猜对了就能免费把钻石带回去。Okay, the game is ready. Who will be our first contender? $10 for each time. I'm sorry, sir, it's not correct, but thank you for participating anyway. Better luck next time. Oh, 哲司令，你想干什么？入乡随俗。哦，啊。Here. Excellent! Yeah. Is Chinese, bro? I'm not sure. Maybe. James, that girl got something. Yeah. Okay, time's up. I'm pleased to tell you, miss, that the diamond is yours. Wow. She won the game.可
Thank you. Chinese people are experts when it comes to diamonds. Congratulations! Give her a round of applause.周总，你要干什么？就是你干嘛一声不响的自己就溜走了啊？你要回宿舍？天这么黑，我送你。不用，我自己回家。斯林，你放开我！你干嘛？哲斯林，听我说，听我说。我知道你想参加匠心年度设计师大赛，凭你今天晚上的表现呢，我可以帮你拿到公司的参赛资格啊。不需要你帮，放开我！都是出来玩的嘛，何必这么矜持呢？是不是？你谁啊？朋友，按这儿的规矩打一架怎么样？谁赢了谁带走他。什么破规矩啊？跟你没关系啊！一边去。走啊，走走，送你回去。神经病啊你！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赢了，赢了啊！让给你了啊！小心一点，就是你啊！啊！神经病，都是神经病。哎，你跑什么呀？你是叫赵司令吗？我叫詹姆斯，我也是中国人。谢谢你救了我，但是你可以先把你的手松开吗？哎，不好意思啊，我是有些事情想要问你。你刚刚在台上挑钻石的时候，是不是擦了护手霜啊？而且至少涂了2层，那样才可以利用钻石的亲油性做排他法。我是用了护手霜，那又怎么样？更何况没有任何一条规则说禁止这么做。没关系，我只是想要跟你谈一谈，也许你可以帮到我。Hey Jam, hurry up before somebody sees us. I have booked a hotel for you. A presidential suite, king size bed for king size fun. Tonight is the night. 哎。So hot. Yes. Go to get some rest. All right. Sit down. Hey Barry, how long is it going to take? Half an hour. OK. 高姐，快走！出事了！高姐，出事了！快走！ Oh my god! Stop! Please stop!
Okay. Huh? The local get a problem with us. They kidnapped someone in the mining corp to bargain. Looks like we can live here. Not to mention finding the top-notch ruby. Good thing. I have a connection. I can get me out when we handshake it to them. 他们要把我交出去。你醒了？你别过来！干什么？一个女孩子动什么刀啊？再说，对你救援人就这样。你那条胳膊还想不想要了？你们不是想要把我交给矿工吗？ It's bad idea。你们到底想要怎么样？我要是想把你怎么样的话，你还能全身一个零件都不少的站在这儿吗？你爱信不信？反正我们走不出这片雨林，就都得交代在这儿。而且我刚刚跟巴瑞的话呢，你只偷听到了一半。我们还有一个计划，如果我们穿过这片雨林，就可以避开1号矿。今天晚上在这儿住一晚，明天早上我们就能到达镇上。真的吗？你要是愿意相信我们呢，就上车；你要是不愿意，可以自己走啊。你要知道，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是为你好。还有啊，这么危险的东西呢，下次就不要再拿了，放在我这儿最安全。嗯。哦，对了，你需不需要我帮你把胳膊？不用了，我能坚持。好。We haven't got much clean water or can. Thanks to God, we have beer. Hey, miss, you want some? Okay. 我不喝酒。这儿没有酒吧里的酒鬼，喝一点，至少晚上能御个寒。你这戒备心理至于这么重吗？帮你安胳膊你也不让，喝酒御寒也不喝。不帮就算了，我告诉你啊，你到时候别胳膊疼得走不了路，没人背你啊。哎，你能不能帮我把手臂复原？怎么，不怕我是坏人了？要走出这雨林，只能相信你了。那你先把酒喝了吧，一会儿会很疼的，可以先麻痹一下自己。海枫书屋，你也知道海枫书屋？
上海老书店啊，你是上海人啊？嗯，老乡啊，来，握个手。好了，活动先试试。还是有点疼，不过好像好点了。这么好的酒可不能浪费了呀！来吧，敬你的勇气，干杯！这么辣的酒，还说是好酒。想要走出去，还得靠自己。我先帮你把脚拿出来。你不是很想逃吗？为什么刚刚想让我走啊？我只是不想连累别人。赵司令啊，你这个人脾气倔，还把每个人想的都那么坏。但刚刚嘛，还算你有点良心。你这是在夸我还是在损我？
我们走这条路吧，不会再遇见蟒蛇了，但是有点难度。何止一点啊！光是这个斜坡看起来就很难爬。不过你放心，我不会拖你后腿的。你要干什么啊？帮你系鞋带啊。我鞋带系得好好的，你干嘛要多此一举啊？这是进入雨林前的仪式啊。什么仪式啊？难道你不知道吗？在有些地方，男人帮女人系鞋带是求婚的意思，这样就可以一直拴住你，不让你跑掉。你又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了。我知道的，你不会拖我后腿。可是呢，雨林里的路比较难走，而且你的胳膊又不方便，所以呢，系好鞋带，防患于未然。你系得好奇怪啊！对啊，这种系法鞋带不会散，因为在雨林里，危险随时会发生。防止危险发生的第一步，就是让脚下没有破绽。接下来的路，我可以扶着你走。把手给我。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吧，你知道那是什么吗？它叫做生命树，象征着希望。我们在这种境界还能看到这棵树，说明是吉祥的征兆。张司令，张司令，我一定会带你走出这片雨林的。干嘛？送给你啊！谢谢你带给我希望。一片树叶，就想打发我呀？啊？不如这样吧，你可以考虑考虑，回去的时候跟我约个会，吃个饭什么的，怎么样？我们都成这个样子了，你还有心情约会啊？我在你身上可以看到宝石打磨过的火彩。行了，我们继续往前走吧，前面还有更好的地方，你一定会喜欢的。嗯。里面又没有蟒蛇、食人鱼，下来洗吧，只要你不怕我。换成是别人，我确实会担心。但经过一路的艰难，我对你是100%的信任。看来你这顶好人的高帽子我是戴定了。你这样说，我想对你做点什么，我都不好意思做了，只能绅士的对你了。James，
到底是做什么的？竟然会懂这么多呀？你可以暂时把我当成野外生存专家，等我找到新的工作，我再告诉你。我听你跟巴里说的话，你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里，是来找红宝石的？莫非你的工作是跟珠宝有关的？我们能不聊工作吗？啊？我差不多了，你可以下来洗了。我呢，就先回避一下。你放心吧。哎，你等一下，你会在周围的吧？我怕万一有……只要你不怕我，就等你洗完以后再下手，我会一直在这儿。你上来的时候自己小心一点，我是帮你紧急复位的，修复的没那么的好。谢谢你救了我。你跟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很不一样。我能把这个当作是你夸我吗？你别想就这么2句话就把我打发了，不如讲点实际的，回去跟我约个会什么的。张司令，你怎么不说话？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认了。张司令，你不会吓跑了吧？你再不说话，我回头了。张司令。你怎么了，赵司令？你发烧为什么不告诉我呀？啊？对不起，拖累你了，又浪费了1天时间。说什么呢？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你的病治好。但是我的药呢，都留在了车上。你不吃消炎药很难退烧的。这里昼夜温差又大，温度变化又快，这样很危险的。真的走不动了，而且这一条路已经够难走了，还要带着我这个累赘，我很怕连你都走不了。不如……你又想让我自己走是吗？你知道我不会答应。你去求援，找人来救我，不应该把力气都耗费在我身上。那就这个样子。我把罐头留在帐篷，我从这儿走出去大概要1天的时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2天就能找人来救你。不行，已经是最后一个罐头了。你需要体力，你留着吧。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的。只不过呢，我需要一个 lucky kiss。好了，我是开玩笑的。故事也没说完，不知谁和我虚度着漫长你一定要安全回来，我等你。风吹过停留，吹走我的雨伞，都是因为你让我等了又等，在这里遇见你啊，带给我所有的偶然，全都是冥冥中早已注定的灌溉。遇见你啊，给你我所有，人生里漫长孤单旅途的目的，只为了遇见你。James， 你一定要平安。Josie，等着我。我恐怕没办法等你回来。漫长时光里，爱离我几公里，我一路找寻，只怕错过了你。只要手握紧，任凭山川流离，时间最知道，我从未想放弃去爱你。遇见你啊，带给我所有的偶然，全都是冥冥中早就已注定的灌溉。遇见你啊，给你我所有，人生里漫长孤单旅途的目的，只为了遇见你。某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人海里若无相见，怎会相见？相爱的人不再伤心。遇见你啊，我终于相信，人生里漫长孤单旅途的目的，只为了遇见你。寇姐，你醒了？怎么样？有没有觉得哪儿不舒服？要不叫医生过来？不用了，我没事。这是哪里啊？这是泰国的医院，这儿很安全。医生说你得了急性细菌感染，加上这2天的高度紧张和疲惫，你已经昏迷好几天了。
大人把我救出雨林的那个人，他在哪里啊？确实是听到有一个中国男子曾经向当地的村民求援，告知你的方位之后就昏迷被送往医院了。只是我至始至终是没有见到这个人，回头帮你问问。对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公司已经订了回上海的机票，过2天就走。喂，喂，喂，是小杰吗？外公，哎呦，小杰呀，真是谢天谢地，你没事儿吧？你吓得外公啊，心脏病都要发作了。这2天呀，你妈妈也没有看到你的视频，觉都不睡了。赶紧回来吧，小杰，听话，赶紧回来。哦。放心吧，外公。至少我知道你现在是安全的。James， 我还能见到你吗？张司令，你现在怎么样了？这是在演好莱坞爱情片吗？果然得行万里路才能把生活过成素材库，精力太浪漫，不用简直浪费啊！你要写什么呀？记素材呀。你放心，找詹姆斯的事情呢就包在我身上。我上个月刚写了篇新闻，叫《遇到36个帅哥》，回去就写野外浪漫邂逅篇，把你和詹姆斯的事情通通写进去。你可别小瞧我呀，我现在这篇文可红啦，说不定詹姆斯也在看。这么一来，他不就能找到你了吗？你真是想一出是一出啊！当年就应该去念中文系，念什么珠宝设计啊？话说回来，豆姐，你是不是对人家詹姆斯心动了呀？要不然我回去就发动我的书粉小天使，帮你学学怎么样？附上这詹姆斯的肖像画。不用，千万不用。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里的情况，谈恋爱对我来说，到最后会变成一件很麻烦的事情。高洁，你就是太悲观了。还是因为你妈妈生病的事吗？你不能老因为家庭的原因就不去憧憬爱情了呀。爱情在最初是纯粹的，但是如果要继续深入发展，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所以，我这2天在想啊，也许是老天爷已经帮我做了最好的安排，和 James 结束在最恰当的时机。品珍，喂，高姐，你这下可怎么办呀？出大事了，你快来帮帮我呀！哎，等等，高姐，我们真的要进去吵架吗？他问你借了5万块，你还帮他办了张攀岩卡，然后说分手就分手，说没有钱还就没有钱还，那怎么行啊？我今天一定要帮你主持公道，走。这是给您的孕婴房体验装。我发现你分析的挺到位的啊，现在女孩都是健身护肤2头抓。听了你这个建议，我就搞了一个活动，
现在攀岩运动完啊，可以免费体验芋泥坊的面膜，这一下会员数蹭蹭蹭往上涨。你看这个，教练，谢谢啦。应该的，应该的。对了，你们这个攀岩馆的面膜体验活动我还真没搞清楚，可以了解一下吗？玉芝啊，我那边还有几个学员，这个就交给你了啊。那我们进屋聊吧。来吧。看到吗？人呢？哎，哥，他。喂，是你借了陈品珍5万块钱是吗？还有攀岩卡的钱，今天必须还回来。是个男人就下来把话说清楚。谁呀？有病啊！我认识吗？你不下来，那我上去。你个渣男，快还钱啊！高姐，你给我下来！别伤你，高姐，你小心点儿。教练，危险！你走！我跟你注意，你下来。找死你！故事也没说完，不知谁和我虚度这漫长时光。风吹过停留，吹走我的雨伞，都是因为你让我等了又等，在这里。真的是你啊！竟然还能遇见你。我带你去个地方。啊！给你我所有，人生里漫长孤单旅途的目的，只为了遇见你。你怎么？真巧，真巧啊！我先帮你把鞋穿上。谢谢。你怎么样？我挺好的。你手好了吗？手都已经恢复了，医生说接骨的手法很好。哦，对，你发烧。哎，你看我脑子在想什么？这么长时间，肯定早就好了。幸好你找到了救援，不然我可能都回不来了。说什么呢？有我在，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听说你找到救援之后，
就晕倒了，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你。医院说你很快就走了，幸好你没事。本来我想带人去救你的，可自己体力不支昏倒了。不过现在我也没事嘛，不是生龙活虎，也是活蹦乱跳啊。你没事就好。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是什么时候？我还以为啊，我们这么长时间没见会物是人非，可没想到我们之间还是那么有默契。这应该就是缘分吧。不好意思。喂，哥。穆子云把东街老铺关店了，现在已经派人去拆柜台了。好，我知道了。你在这里等我一下，马上回来。发生什么事了？我现在来不及跟你解释，在这里等我好了，我一定会回来。等我，等我。你要去哪儿？不好意思啊，我们要关门了。我告诉你们，不把那张渣男的卡给我注销掉，我明天还会来的。气死我了！表姐，我们走，看我明天怎么收拾他。要不然你先回去吧，我要在这里等他。谁啊？哦，我都期望了。刚才拉走你那男的是谁啊？他就是 James。我的天哪，居然在这儿碰到 James 啊！我吵架吵昏头了，居然错过了传说中的 James。好吧，那我陪你一起等。不用了，你还是早点回去吧。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回来。那万一他不回来了呢？他一定会回来的。你不是要更文吗？再不更文，你的粉丝就要追杀你了。不要惹怒自己的衣食父母，赶紧回去吧。那我先走了。那个你自己小心啊，有事跟我联系，拜拜。男人嘛，对女中年人就这样。James， 你的手怎么了？没事，对不起啊。
让你等这么长时间，还下这么大雨。我走了，就等不到你了。下再大雨都不走。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上一次是我先走，这一次我不想再错过了。从未感觉如此相爱，牵着我的手吧，不用表白，未来的时光都不要放开，让我们去爱，就是现在，我们去爱，向着未来。 James， 你怎么了？幸好你还在这，幸好你还愿意等着。我答应过你，就像在雨林，无论要等多久，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 看来我去东南亚，只为遇见你。不是为了宝石吗？再好的宝石，都会有下一个。可对我来说，愿意相信我的，愿意等我的人，你是唯一一个。 就是现在，我们去爱，我们不要再分开了，不要再彼此等待。让我们去爱，让我们去爱，我们明白，让我们都不再孤单的徘徊，勇敢的去爱。 都不再孤单的徘徊，勇敢的去爱。好了，谢谢。这是我妈妈。 她年轻的时候长得真好看。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了我。我今天下午去了我妈妈以前上班的地方。我
我小时候总在那儿玩。那里基地被拆了，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不要这样嘛！我就眼睁睁地看着那一切发生，我什么都阻止不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没事。不管发生什么事，你妈妈看见你现在的样子，她会很难过的。你就送到这儿吧，我家就在对面的弄堂里。我记住了，就在对面弄堂里。把你手机给我。这个就是我的电话号码，以后方便联系。那我先走了。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高洁，要知松高洁，带到学画室。我叫于直，霜月红于二月花，飞流直下3000尺，我只能这么讲。这是。怎么没等思成一起走啊？我还以为下班之后你们恨不得天天黏在一起。开这种玩笑有意思吗？没意思吗？哦，那可能是因为你跟思成之间有意思，所以才会觉得我们没什么意思。这次，思成能给你，我同样可以给你，而且还会给的更多。哎，思成又不在这里，何必装成一副淑女的样子呢？是不是？你谁啊？这么巧啊，又见面了。怎么巧？你谁啊？不认识我了？我们在东南亚酒吧门口见过呀。酒吧？哦，你想干什么？没什么事儿，碰巧遇到你，忘了跟你介绍了，这是我女朋友。这种招呼，我觉得就没有必要打。哎，对了，我们是不是还有一场架没打完呢？你随时约我，但要提前给我打招呼，我好准备一下。什么意思啊？威胁我？
现在都是法治社会，谁敢要求谁啊？开玩笑的，走吧。男朋友，杰森，人不可貌相啊！回去路上小心点啊！原来他是你同事啊，经常欺负你吗？我没事，我可以应付。我早就跟公司投诉过他了，他不能对我怎么样。你怎么来了？来找你约会啊。虽然这个时间间隔有点久，从东南亚到现在都要1个月了，可是你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啊？玉芝，你要带我去哪儿啊？跟我走就是了。这里好美啊！对啊，城市里的灯光就像是雨林里夜空中的点点繁星，让人有种静下来的力量。如果再有一棵生命树，那就好了。这个简单啊，我给你变个魔术就好了。什么魔术？心中默念3遍你想要的东西。你当我3岁小孩啊？3遍啊！1、2、3。你还保存着这片树叶啊？当然了，这是你送给我的第1份礼物，我当然得好好珍藏。这么开心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要喝杯酒庆祝一下？喝酒？这里哪有酒啊？没想到，你还真准备了这个。这么说，我们真的可以喝一杯啦？没想到你这么容易就答应了，看来是我在雨林把你带坏了，把你变成一个小酒鬼了。还有果香的味道。对啊，我知道你喝不了烈酒，所以准备了桃花醉啊。来，庆祝我们俩平安回到祖国的怀抱。那我就庆祝我们久别之后又重逢。干杯！哎，这么喝酒就没意思了，我们应该喝个交杯酒啊。哎，你要是再这样开玩笑，我就没收你这个了。嗯？送人的东西怎么说拿回就拿回啊？还我！嗯。赵司令，这次我抓住你了，绝对不会放手了。
在忙什么呢？怎么不接我电话？工作太忙没听见吗？怎么了？我觉得我们不太合适。什么不合适啊？谢谢你从东南亚到现在一直照顾我，你就把我们这一段当成是美好的经历吧。你一定会找到比我合适的人。我不想把我们的感情当做一个经历，何况这段经历还没有开始。你想离开我，起码要给我一个理由吧。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来啦，我来啦！今晚我约了朋友，我先走了。你不是，高姐？高姐，不是那个谁吗？姐姐呀，我觉得那个詹姆斯挺有诚意的，特意赶过来等着你下班。为什么你不给他一个机会啊？也是给你自己一个机会。人都是一样的，他现在觉得我什么都好，等时间相处久了，也许什么都不好。给了他机会，也就给了自己失望的机会。我就害怕你这样错过了对的人，断送了自己的幸福。你不是我，你理解不了我的顾虑。我知道他喜欢我，但是我不敢喜欢他。我不想给他带来麻烦。我不想我的家人现在平静的生活有任何的改变。你这个人啊，执拗起来谁劝你都没用。希望你最后不要后悔。高姐，你们有什么话想要跟我说？我知道你想问什么。那天我该说的话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再问，答案也是一样。你知不知道，你谈恋爱的时候特别搞笑。平常吧，大道理一套一套的，说的人无话可说。可是你一谈恋爱，你就一句话都没有了。所以我很确信，你是喜欢我的。你就当做失恋好了。你想要跟我分手，你起码要告诉我理由吧。我不想跟你谈恋爱，需要理由吗？无非就是我之前喜欢过你，但是现在不喜欢你了。哦，对了，我忘了，你有逃跑综合症，只要脑袋里一有事情，就犯了。但其实呢，你越是这样，越是逃避我，就越证明你喜欢我。请你不要自我感觉这么好。这样，这是一个珠宝展的邀请函，我会在展会上等你，直到你出现。你能不能不要做这么无聊的事啊？如果你不接受的话，我就只好在你家门口堵你了。你也知道我，从认识我开始，我就是说到做到的。
我就知道你会来。走吧，进去吧。不用进去了，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你不用白费劲了。你不是说不喜欢我吗？那现在看看这个珠宝展又怎么样？你是怕想起雨林里的事吗？还是说你怕你藏不住自己的感情？是，在雨林的时候，我是对你有好感，那是因为特殊的环境让我们产生了错觉。但是现在错觉已经没有了，我们就是不合适。我就不明白我们有什么不合适？我们的性格不合适。在雨林的时候，你说过我做事不婉转，我也把你当成不必要的麻烦。那你那个吻又算什么？这叫性格不合适吗？你的性格张扬自大，跟我不合拍。哪个男人在自己喜欢的女人面前不自大？你为什么一定要刨根问底呢？因为你从来就没告诉我拒绝我的理由。没有什么真正的理由。我不想谈恋爱，就是不想谈。既然你这么喜欢，为什么不去找一个跟你一样喜欢恋爱的女生？那就不用纠缠我、考验我。因为我喜欢的是你。你难道不喜欢我吗？你扪心自问一下，你敢说吗？喂，小杰，爸爸生气。妈，怎么了？害怕，你快点回来。别怕啊，我现在就回来，别哭。我送你去。哎，月月，我长小杰。哎，月月，小杰，你回来的正好，你妈闹脾气啊。爸爸生气，我害怕。爸爸生气。我没说你，月月，我是说那坏蛋呢。我们回去再说啊。听话，听话。你怎么还在？刚才那个就是我妈妈，没有办法正式介绍给你，你也看到了，因为情况不合适。所以这就是你拒绝我的理由，是吗？这就是我的家。我和妈妈还有外公，20多年来都一直住在这里，一直也过得挺好的，也可以一直这样好下去。我的家人对大部分人来说是一个麻烦，我不想我的家会麻烦到其他任何人。所以你才不谈恋爱，才拒绝我。谈恋爱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对对方或是对方的家庭来说，将来也会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可是你为什么不能先听听我的结果呢？就这样擅自做决定啊？我不想别人做任何为难的决定，也不想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将来有一天会后悔。也许我的决定跟你想象的结果是完全相反的。玉芝，我跟你认识的时间很短，这么短的时间，我没有信心让你做出一个这么慎重的决定。
与其等着将来后悔，不如就停在做决定之前。你真的不用太悲观。谢谢你喜欢我，但是你以后也不用再浪费时间在我身上。你是一个很潇洒的人，你的生活应该更轻松一些。其实，我们本来就不在一个世界。再见。喂，高级，你快点儿！我约了攀岩馆的人出来退卡，你快过来帮我压压阵呢。谈得怎么样？卡能退吗？你们两个什么表情啊？干嘛不说话呀？你怎么在这儿？你们……希望他们能说清楚。做闺蜜的只能帮到这儿了。希望我家阿直啊，成功的抱得美人归。拿你那份老菜单来。先生，这里只有这一份菜单。我要你们老板10几年前的保留菜单，你去问问他，他一定知道。嗯，好。谢谢。是这样，我小时候啊，就来这家餐厅吃饭。当时他们的老板不但在后面做饭，还在前面接待客人。我记得那年是我8岁的时候。算了，小直，我们吃吧。我不吃饭，我不要吃饭。喂，就算爸不能陪你过生日，也不能委屈自己的小肚子呀。我们吃饭啊。弟弟，小汽车来啦，快点吃完吧。谢谢啊。这个小汽车好漂亮，你想先从哪里吃起呢？我要把它的车屁股吃了。可是吃红烧肉好好喝。好久没做了，希望还能让您找回当年的味道。哎，谢谢。看起来好好吃啊！我现在想我妈妈了，也只能来这儿吃一顿红烧肉了。你来尝尝，看看味道怎么样。3、2、1，茄子。好了。怎么了？这家店有一个传统，他们会为来过纪念日的客人们拍一张照片，然后挂在墙上。那有你们的照片吗？那天，他告诉我，以后每一个生日，他都要陪我来这儿过。可是从那以后，所有生日就只有我一个人了。
我跟你说这些呢，并不是想博取你的同情，我只是想告诉你，并不是只有你的世界过得很复杂，你的世界我也可以读懂，甚至我很羡慕。羡慕我？你为了照顾你妈妈，不去恋爱，可你至少有这个选择。我想她的时候，我只能来这吃一顿红烧肉。这么来看，你比我幸运啊。可是外人看来，我妈妈永远被他们说成拖累。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我就生活在一个大家庭。我妈妈去世之后，我跟家里人的关系变得很淡。也许你认为你的家很小，甚至并不完整，可是从你和你妈妈的感情来看，这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呀。你认为我会在意你的家庭，可恰恰相反，这一切都是我从小所缺失的，所向往的。玉芝，你今天说的一切让我很意外，我很感激你对我的坦诚。可是，你要干嘛？从此时此刻开始，如果你再想说拒绝我的话，那我就用行动来告诉你，我绝对不会放手的。我可以再做一次哦。你不是叫我来帮忙的吗？你还不快点说！这个手链是我妈妈送给我的，我一直戴在身上。不过有一次我在攀岩的时候不小心摔坏了，所以我想请你帮我修好它。有那么多首饰店能修，你为什么偏偏要我来修啊？在这个世界上，有2个女人对我来说很重要，一个是我妈妈，一个是你。所以我不想让第3个人再去触碰它。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呢，是翘课去女同学家门口等着的坏学生。想什么呢？都这么晚了，他怎么会来？出来的比我想象中要快吗？看来一日不见如隔3秋的人不止我一个呀。你想多了，我只是出来散个步，
看看月亮。今晚的月亮真圆啊！不跟你聊了，我去画图了。哎，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我这几天呢，可能不会天天来见你，因为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办，这个关系到我这么多年一直想要完成的一个目标。但是呢，如果你需要我，我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面前。如果是你真心想做成的事，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得到。就像我们在海外遇险的那一次，你说可以，就一定可以的。看来我说的话你都记得，我这么重要啊！你要是无聊的话，可以去攀岩馆玩一玩，严凯会替我照顾你的。我最近也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准备，就算睡觉都没时间，根本没有时间无聊。既然是有事情就好，至少不是在拒绝我。我可没有答应你什么呀。但你现在还有什么可以拒绝我吗？不给我一个晚安 kiss 吗？你也可以拒绝我，不过我接下来会做什么，你心里应该清楚。无赖，你这种死缠烂打的方式啊，对多少女孩子用过啊？只有你。晚安。等一下，你一定可以通过考验的，我等着帮你庆功。那就等我们下一次见面，彼此分享一下各自的成功，再帮对方一个小忙，比如脱单什么的。晚安。忘记把手链还给他了，下次吧。各位选手，规定的时间已经到了，请大家放下画笔，把设计稿交给工作人员。接下来的环节是设计理念的阐述，每人限定5分钟。我们有请1号选手先介绍自己的作品，其他的选手到休息区去等待。郝先生，几天没见了，你的事情有进展了吗？有点紧张，但是第一步还算顺利，希望你也同样幸运。大家好。你不在贵宾区休息，跑这儿来干嘛呀？我当然要来关心一下我的宝贝女儿。慧慧，你一会儿千万别紧张，照常发挥就行了。我知道。高阶选手，轮到你了。高慧选手，你在高阶选手的后面登场，请准备。我的设计叫城市之爱，中间的红心代表了对爱的渴望，而两边的翅膀取自翠鸟的象征寓意，不屈的守护，最终冲破风暴，带来希望与祥和。这就有如城市中的爱情，无论经历多少颠沛流离，最终收获平和与幸福。你用翅膀象征了翠鸟，既有东方的概念，在设计上又有动感。整体搭配方面，我希望作品能有热情与温暖的感觉，所以主食的部分我选择了鸽血红，最深邃跳动的红色。
你的设计让人看到了你对爱的期许，这样的设计有感情，有温度，有故事，我很欣赏。高阶选手的阐述，评委们都理解清楚了，谢谢。接下来呢，我们请2号选手高慧上场。那是吴小慈的女儿，据说在外国拿了不少奖。今年最有机会的应该就是她吧？我的作品名叫《王者之心》，传说在宇宙混沌之处，所有人的命运都由命运3女神编织。项圈上缠绕的线，代表着每个人生命的长短、曲折和归宿。只有拥有王者的心，才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将未来紧握在自己手中。高慧选手，作为一名女性设计师，你的设计如此的霸气刚毅，这一点倒真是挺难得的啊！女人也可以是王者，而我的作品只为成功女人设计，只为想成为生活主宰的女性加冕，志气可嘉。那在配饰方面，你有什么想法呢？我的设计能够成立，全要感谢一位非常勇敢的男士。他在东南亚雨林中披荆斩棘，为我找到了这个作品中最重要的星星红宝石。有了这颗心，才有这个作品的灵魂。谢谢。勇士的爱情成就了女王的皇冠，这可真是一段佳话，不错。星星红宝石。接下来，我们请下一位选手上场。没想到你用的也是鸽血红啊！是挺巧的，而且你也选了设计项链，和我选的设计品类和主食都一样。我真同情你，慧慧。这是设计比赛，要用实力说话。高洁，你今天的设计让我眼前一亮，你很有潜力。谢谢吴老师的鼓励。吴老师，您一直都是我的偶像，不知道您能否给我的设计也点评2句呢？是啊，吴老师的提点比评委老师的点评更有说服力。你们今天的表现都很出色，期待你们下一场的比赛。高慧小姐的设计才是出类拔萃呢，她设计的王者之心啊，简直是技压全场。谢谢高慧小姐，你说的那位替你找到星星红宝石的人，应该是你的男朋友吧？他是我的追求者。于池竟然知道我在这里比赛。于池，你来找我啊？给。给我的，谢谢。一会儿见。谢谢吴老师。怎么会这样？于池在追求高慧。学长也来了。老师，走吧。比赛结果今晚才会揭晓，你现在有时间吗？司总，不好意思，我还有点事，先走了。
吴老师，慧慧，怎么样？比赛结果？于毅，怎么不相信我们慧慧的实力啊？对啊，哥，你真是关心则乱。以高慧的实力，还用问吗？是，于志说的对，关心则乱嘛。这初赛对慧慧来说就是小儿科嘛。哼，学长，你拍马屁也晚了，还是于志比你了解我。吴老师，车就在外面。这样，今天晚上我跟于志请客，帮你们庆祝一下。好。妈，你帮我把花先拿过去，我马上就过来。不要让我和于毅等太久。知道啦。走吧。你怎么知道我喜欢郁金香啊？学长告诉你的？还用问吗？一看就知道了。谢谢你送我花，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喜欢吗？你怎么知道这条手链？我听于毅说，你有条手链是你妈妈送给你的，但之前拍演的时候不小心弄坏了。我费了好大的功夫给你找了一条一模一样的，你准备怎么感谢我？感谢，我就要好好想想了。走吧，别让他们等太久。这个手链是我妈妈送给我的，我一直戴在身上。我在攀岩的时候不小心摔坏了，所以我想请你帮我修好它。在这个世界上，有2个女人对我来说很重要，一个是我妈妈，一个是于志。原来我并不是你的唯一，你对每个女人都是这套说辞。回来啦。哎，工作忙完了？对啊，忙完了。你刚刚去哪儿了？刚刚陪客户吃饭啊。陪客户？男客户还是女客户啊？男男女女都有啊。明明是在陪高慧，他竟然撒谎。那你最近都是在忙着陪客户了？对啊，我连自己的时间都没有了。既然你工作这么忙，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你去忙你的。哎，你怎么了？是不是因为我最近工作忙没有陪你生气啊？不好意思，我也很忙，没时间生你的气。高姐，你终于过来了。严凯呢？你不是说他要打你吗？对呀，我刚刚逃出来。我要不这么说，你能这么快过来吗？我看你根本就是在骗我。哎呀，来都来了，帮朋友一把呗。那个死严凯不肯退我卡，还要讹我转让费呢，你就帮帮我嘛。那他现在人在哪儿呢？那。你好，严经理。贵攀岩馆办卡不退，我认为有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嫌疑。不错呀，能当外援的自然是做了功课，比某些胡搅蛮缠的人啊理智多了。你说谁呢？你个野蛮人，是不是以为我真的怕你啊？我说你这个无赖女，是不是以为我真的不敢揍你？你看，他就这么威胁我的，那我就真不怕你了。你前一秒还扮陌生人，
后一秒就跑到别人地盘来撒野，怎么玩欲擒故纵的把戏吗？是你，你个渣男，谁给你玩欲擒故纵啊？请注意你的措辞。我如果是渣男的话，那你朋友又是谁？我跟那个人不熟，不用理他。不熟？现在连随便敷衍两句都不愿意，直接摆出不冷不热不理睬的态度，看来是有新人了。你这人怎么还反咬一口啊？无耻！好，我无耻。那你非但不躲开我，还跑到攀岩馆来找我，这是为什么呀？你知不知道，这样很容易玩出火？这位先生也太自恋了吧？拿错了秦胜的剧本吗？放心，我要是知道你会来，绝对不会出现。说起玩火，有谁比得上你一边陪客户，一边装秦胜的本事大呀？你说谁秦胜？给我回来！高慧，今天好好加油哦！我刚才看到了高洁的蜡板，它的成品一定是很难超越的。对，看来这次最有冠军相的除了这个高慧，还有高洁。这个高洁要是对高慧构成威胁的话，我们就麻烦了。听其他选手说，你是最具有冠军相的一个。我跟于直都期待你最后完成的作品。虚伪，你们又没来现场。用来吗？我们直接来颁奖典礼不就好了？等你拿了冠军以后，我会亲自为你摆一个庆功宴的。真的啊？一言为定。让大家久等了。通过评委们的充分讨论，对于最终的冠军人选已经有了一致决议。下面让我们有请林老师为我们宣布最后结果。他的设计充满了智慧和生命力，从设计到成品都非常出色，充分展示了一位设计师的创作技巧，对材料融会贯通的驾驭能力，以及在工艺上理解和领悟力。听林老师的评论，怎么像是说高洁的作品？他今天表现确实很不错。我现在宣布，冠军得主是在下面宣布各个单项奖之前呢，我要先宣布一件事情。高洁选手的作品表现也非常的出色，得到了评委们的一致好评。这件作品设计今会出双冠军吧？构思独特，而且应该不会，有吴小慈老师是件不可多得的好作品。可惜，比赛规则要求每一位参赛的选手从设计到蜡板完成成品都要保持一致。高洁选手的作品到成品时与设计稿有很大的出入，所以按照规则，他的作品不能参加总分的计分，故而也就失去了参加评分的资格。对此结果，评委们都非常的惋惜。但是，
也只能尊重比赛的规则。林老师，我可以解释的。不必了，高洁，你对评委们的意见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了。比赛就是比赛，希望你保持一位设计师的尊严，坦然地接受吧。为什么会这样？下面我们有请高慧小姐上台领奖。还有多少话语没有道理可明？忘了从何时起控制不。表现的已经很好。在领奖之前，我想邀请一个人上来和我一起分享这个荣誉。他冒着生命危险，在东南亚雨林中为我找到了红宝石，为我的作品带来了一颗无与伦比的心。于池。流得太无力，难道没有雨滴？原因都已多余，还是我们忘了相遇多不容易？心渐渐远了，累了也模糊了，才是谁想要的结局？原来我还爱你，才是我的真心。害怕面对曾经那些太过美好，只好躲避下去。原来我还爱你，才会带上假意，默默祈祷你识破这面具。外公要是知道我最后还是输了，一定会很失望吧。你做的已经很好了，没关系。还是我们忘了相遇多不容易，心渐渐远了，累了也模糊了，才是谁想要的结局？高洁，怎么不去跟人家庆功啊？因为我想见你啊。我是手下败将，没什么好看的。高洁，可不可以每次我跟你好好说话的时候，不要把自己包得像刺猬一样？何必这样呢？我只是看你心情不好，想要专程过来陪你一下。谢谢关心，我很好。我只是需要一点空间，自己一个人冷静一下。我听说你跟林老师的事情了，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让我帮你吧。刘岩总会有办法解决的呀。啊？帮我？你要怎么帮我啊？像帮高慧一样送我红宝石吗？高洁，你现在到底是生我气还是吃醋？你想多了，我只是在陈述事实。你冒险在东南亚为他找红宝石，帮他最终夺冠，这份沉甸甸的心意，恐怕不方便再分给其他人吧。你果然是误会了，我跟高慧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不用跟我说了，反正我们之间也没什么关系，也不需要什么承诺，各有各的自由，也各有各的选择。你怎么就不懂我的心意呢？我不需要懂。好，那我问你个问题，你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选择，那我是不是你第一选择？当然不是。这次我个人拿到冠军，可以说是对瓷炼设计能力的再一次加冕，也是为瓷炼和瑞华的合作拉开了序幕。现在我宣布，瓷炼旗下品牌慧心将正式加盟瑞华集团，开启深度的合作。谢谢。你放心，你的才华
比高慧强多了。她有的一切，将来你比她拥有的更多。表姨，你的话我记住了。同样都是设计师，我们终究都要用设计来证明自己。我们非常高兴，慈恋能够入驻瑞华，而且我们希望瑞华镶嵌事业部的总经理于毅能够和高慧小姐密切配合，打造出一个更绚丽灿烂的珠宝事业。感谢董事长的信任。在此，我也要宣布，于志先生将会担任瑞华镶嵌事业部的副总经理。我们兄弟俩将会携手振兴镶嵌事业部，为瑞华打造另一个王牌产品，定不辜负董事长的信任。有请于志先生。于之他是瑞华的人。是啊。于直就是余光华的儿子。你也不要太惊讶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余光华的儿子处处跟我作对，现在又把吴小慈他母女俩帮来给他帮忙。原来于之竟然是表姨的继子，表姨跟他势同水火，那我跟他……谢谢大家的抬爱。高慧小姐一直都是我非常欣赏和看重的设计师，也非常谢谢她出于信任，在众多合作伙伴中选择了瑞华。我们瑞华也将提供最优秀的资源，让她的才能可以淋漓尽致地发挥，将我们慈恋旗下品牌慧心打造成镶嵌珠宝类中国第一品牌。表姨，在你看来，于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表面上随性如鸡，内心同样任性自我。为了达到成功，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哎，我听说高慧参赛的那颗鸽血红，还是他从东南亚给找回来的。哼，为了讨高慧的高兴，真是什么事儿都豁得出去。于直，原来你去东南亚寻找红宝石，就是为了帮高慧夺得冠军。那你对我是真情还是假意？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台上的几位嘉宾上前合照，记录这一刻美好的瞬间。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本次的品牌签约发布会就到此结束了。我本来还想要你到瑞华来，现在你看，有于直，还有吴小慈他母女俩，局势太复杂了。我是不会忍心让你到这趟浑水里来的，委屈你。走吧，我送你回去。现在不是上班的时间吗？怎么有空约我出来啊？有件事，我觉得我必须要告诉你。你上次那个参赛作品《尘世之爱》，被周迪拿去拍卖了，卖了好多钱。那挺好的，说明我设计的《尘世之爱》，大家都很喜欢。你高兴什么呀？你的作品能卖这个价钱很正常，关键是周迪把你的署名给抹去了。什么？我设计《尘世之爱》的过程大家都看得到啊，他怎么能这样？作品的所有权归公司是没错，但署名权从来都是归设计师的呀。是，保留署名是咱们这个行业的基本道理，我也帮你争取了。但是，周迪咬定你是被开除的，所以很抱歉我没有能够帮到你。周迪会做出这种事，我一点都不意外。
自从我向公司人士举报他骚扰女下属的事之后，他就处处针对我。思成，你已经很帮我了，要不是你，我根本都不知道这件事。还有上一次比赛，要不是你帮我找到歌血红，我根本连决赛作品都完不成呢。我帮你找到歌血红，你是不是弄错了？不是你吗？上次比赛的时候，我确实是找到了几颗红宝石，但是我赶到的时候，你已经在镶嵌了。那给我歌血红的人，难道是？怎么在等宝石啊？我的主食被人放鸽子了，现在只能等待奇迹发生。你要什么样的红宝石？我帮你找。恐怕帮不了，我需要的是歌血红，因为设计的原因需要特定的台面大小。即便你有，你愿意给我吗？难道是他？于直，你还认识我呀？不是把我拉黑了吗？高姐，我发现你这个人做事挺绝的呀。当时我只是不想再关注。那你不想再关注就别关注了。怎么，是怕忍不住关注才拉黑的吧？我没有。好，那就当我想多了。说把你的绝情理解为……好了，你有什么事说？我是想问，我比赛用的歌血红，是你找来的吗？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你不是不想知道我的感受吗？我过来是想跟你道歉，同时谢谢你。怎么谢我呀？以身相许吗？于直，我既不需要你的道歉，也不需要你的感谢。既然你不打算以身相许，那你今天来干什么？还给我歌血红。我还不了。我本来没想这茬，不过你倒提醒我了，不要随便做善事。这些东西哪有不还的道理啊？啊，高小姐，你跟我也太不见外了吧？对不起，我的设计作品《尘世之爱》已经被卖给海外收藏家了。算盘打得不错呀，拿我的歌血红去做生意呀？我不是，我是被凡斯开除了。《尘世之爱》已经属于凡斯，我没有决定权，甚至连署名权都没有了。你是说，我的歌血红自打被你做成首饰之后，归凡斯所有，还被卖给海外收藏家，然后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嗯。然后你还被凡斯扫地出门了？你怎么不早跟我说？你要干什么？冤有头债有主，讨债去。在哪儿啊？她不是高姐。周总，
你好啊。你不是东南亚那个高杰？你怎么带他来这里？我是瑞华镶嵌事业部的副总经理于直。哦。我还是高杰的债主。瑞华债主。于先生，你可能不太了解情况。是这样的，高杰已经被我们公司开除了，那他的债务问题就属于他自己的个人问题。是吗？可是他欠我的是在比赛时所用的歌血红啊。据我所知，应该在凡斯吧。高姐，你比赛时候用的红宝石是从瑞华借的？要不是你不给我宝石，用得着向瑞华借吗？我对你们提不提供比赛所用宝石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我的宝石在哪儿。哦，我觉得高杰既然以他自己个人的名义向瑞华借了红宝石，那就跟我们凡斯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了。那现在我以个人的名义，想要把《城市之爱》上面的歌血红拿回来还债，这样可以吗？对，高姐，《城市之爱》是你在公司任职期间完成的作品，所以它的所有权应该属于公司，听懂了吗？看来周总是准备抵赖啊。每颗红宝石都是有证书的。要不我还是联系我的律师，让他给你对接吧。几颗宝石而已嘛，还找什么律师呢？何必这么兴师动众？有这么为难吗？还是说你把宝石卖了？已经换成你的利润跟分成了，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吗？听说最近凡斯好像跟一个海外收藏家交易了一批珠宝。喂，高姐，话不能乱讲了啊！原来是这样，那就好办了。看来我除了跟你们打个官司，再跟他们打个跨国官司就好了。不过我听说凡斯的海外声誉一直都不错呀。OK， 于总，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尽管提条件，你满意就好。什么条件都可以吗？任何条件都可以，只要我们两家公司之间和和气气，不打官司就好。当然，也千万不要让我的客户知道。好说。你们还我宝石这件事情是应该的，最重要的是，你们这件作品上面的署名要写上设计师高杰，有关的新闻稿件上也要写上高杰。就这样？就这样。告辞。走吧。我见过最绚烂美好的光景，是在你的眼睛里。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这般的期许。于直，谢谢你啊。我那几颗歌血红是你一句谢谢就能抵消的吗？那你想让我怎么谢你啊？啊，我这就把你加回来，微信、电话都加回来。
这就完了？不然你想让我怎么样啊？不如以身相许怎么样啊？反正我会补偿你的。好了，既然我是你的债主，那我就有权要求你，从现在开始，不准去想那些工作啊、比赛之类的琐碎的事情 ，OK 吗？我想看到的是在东南亚那边不顾一切的招嫂，而不是现在垂头丧气的高洁。不好意思啊，今天先到这儿。好。在这儿发什么呆呢？好像每次在落魄的时候都能遇见。错了，是你每次需要我的时候，你就会看见我。唉，玉芝啊，我觉得自己好像鱼缸里的小鱼小虾，那些在上位的，想要拿掉我的署名就拿掉，想要让我沾上黑料的就随便捏造，想要让我被业内封杀，就能让任何公司都不敢要我。你看啊，老天爷也有哭的时候啊。所以我认为啊，你那些黑料啊，被业界封杀啊，是你想多了。所以你做过的所有事情，人们也会很快就忘记。你这是鼓励我吗？唉，在你成功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记住你。不过，在那之前，你只需要让我一个人念念不忘就好了。你别这么说，无法否认，我心里确实有你，我确实喜欢你。你这是在跟我表白吗？你先听我说完嘛。我喜欢你，可是我不能跟你在一起，是因为我的家庭和你的家庭，还有我们各自的事业，我们之间有太多的不同，太多的障碍，太多的阻挠，而这些我们都是绕不开的，所以我们才要更坚定地走下去。我知道，这2天我们一见面就会吵架，就算吵得再凶，心里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是在乎你的。我想你也是一样。而且听了刚刚你那段话，我更加坚信，我们之间的感情没有任何问题。好啦，
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可以平平静静的来澄清一下我们这几天的误会了吧？怎么样？说吧，你跟你那个上司什么关系啊？你说的是思成吗？他是我凡司的同事啊，也是带我入行的前辈。就这样？就这样。那你跟高慧什么关系啊？你是不是也找他帮你修手链啊？原来你也误会我了。我妈妈送给我的那条手链啊，只有这么一个。你看到的那些事情，都是我那个堂哥弄出的误会。回头有时间，我让他亲自给你解释。而且我说过了，高慧仅仅是我的合作伙伴，仅此而已。真的吗？真的。可是高慧说，那颗鸽血红……我说过了，高慧是我的合作伙伴，以前是我的客户，以后是我的同事，仅此而已。设计师大赛的时候，我明明看到你们……我生活跟工作是分得很开的，工作就是工作。高慧能在事业上帮我，所以我大赛上必须尽力帮她。生活就是生活，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你的地位会被一个客户所占据。所以，懂了吗？喂，什么？医院？哪家医院啊？我这就来。怎么了？外公出事了。我送你。小钱，我不要打针，我们回家。我不要打针，留在这里，要回家。妈，没人要你打针啊。是外公生病了。爸爸生病了，那爸爸在哪里呀？啊，爸爸在哪里？是外公在。我要给他看娃娃。你先过去坐吧。来。我要给爸爸看这个。谢谢你啊。跟我还说这个，情况怎么样？都已经进去好几个小时了，医生还没有出来，说是在抢救。好了，我一定会一直陪着你的。医生，我外公怎么样了？很抱歉，病人的状况很不好。虽然我们也尽了最大努力抢救，但是，请你们做好最坏的打算。病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不要，医生，不要这样！对不起啊，医生，小杰，你怎么了？小杰，怎么了？小杰，爸爸是碳睡猫，还不行。外公，你不能丢下我和妈妈不管啊！我求你了，一定要好起来。外公，
见了吗？外公，外公，外公，外公。嗯。嗯。嗯。爸爸醒啦。嗯。小姐，外公这次怕是真不行，以后保护不了你和妈妈。你不准乱说，你会没事的。爸爸，你看，我编的小辫子，我终于编好啦！你看，好。外公，你为我和妈妈做了这么多的事，我都还没来得及报答你呢。我要带你去好多很好的地方，还要带你吃好多好多好吃的。你一定要好起来啊！你是总是好孩子，外公有你这么孝顺的孙女，我这辈子知足了。你还答应过我，要教我经营西宫。外公最讲信用了，你不准反悔啊！这回，外公怕是要失信了。你怎么舍得离开我和妈妈呢？爸爸，你要说话算数，你答应我，你编好小辫子就要奖励我的。行。你保证。我舍不得你们，我不怕死，我怕你。怕你妈妈没人照顾。男朋友小鱼。外公，您放心，小仙阿姨，我以后一定尽我全力去保护她，去照顾她。
好看。小杰，你看，好不好看？我要去给爸爸看。我们去找爸爸好不好？外公，我们见不到外公了。啊，我知道啦。爸爸在跟我们捉迷藏，对不对？我喜欢捉迷藏。走，我们去找爸爸，好不好？我们再也见不到外公了。为什么？他去哪里了？外公去世了，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不可能！爸爸要看我，还有小杰，不会不回来的。我要回家，我要去找爸爸，我要去找爸爸。不要了！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去找爸爸。妈，听话嘛！我要去找爸爸。你看谁来了？小鱼，我们不要闹了好不好？外公去找外婆了，他很想她，所以就去找她了。哦。小杰，你怎么哭了？我没事。不要哭。那爸爸不要我和小杰了吗？外公走之前交代我了，让我来照顾您，还有小杰，所以我们就让外婆还有外公团聚，好不好？嗯。你看，这是什么？看你想吃什么，给你带了早餐。哇，油条。好。我要吃油条。用不着你假惺惺的来击败我外公。再怎么说，他也教过我几天，也只能略表一下心意了。我知道房子现在是你的，我也没打算赖在这里。但是，我现在要赶着安葬好外公的骨灰，等事情办好了，立刻就搬走，1分钟都不会耽误你的。哼！从今天开始，离我老公远一点。哼！如果你和高海真的那么恩爱的话，还会介意我和我妈妈的存在吗？还是说，你在害怕，能被你抢来的，也会被别人抢走？
高洁。高洁。喂，宇之。喂，薛明真，高洁去哪儿了？你知道吗？他怎么了？我最近回老家了呀。喂，喂，挂我电话。如果不是仓皇之中的相遇，出现在这生命里，我本可以不怕不惧任何的。高洁下班之后，你看到她去哪儿了没有？高洁，没有见到。好，谢谢。害怕表明不安的情绪，爱得之不易。高洁。太过美丽，总让人太执迷。我只想要安心，只想在你怀里，哪也不去。可是于直，太过拥挤，离开或许不得已。我终于找到你了。我一个人在街上走了很久，不知道该去哪儿，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能容得下我。后来，我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就来到这里了。现在唯一能够让我感到温暖的地方，也只有这里了。我想起以前你带我来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快乐。但是为什么，在我生命里出现的快乐，都那么的短暂？对不起啊，我来晚了。我出差回来就去了你家，到底发生什么了？我没有家了，于直，我再也回不了家了。怎么会呢？有我在，我在呢。只要你和我在，家就在。你会一直陪着我吗？我会的，我会一直陪着你。以后我们两个的生活只会有快乐，不会有眼泪。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真的什么都没了，就只有你了。
不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因为是你才要不负这爱情。这里呢就是我家了，那边是卧室，那边是厨房。有什么我明天再带你参观吧。你今天折腾一天了，肯定累了，先去休息吧。走。于芷，怎么了？我还是出去找个酒店住好了。你一个人去住酒店，我怎么会放心啊？多危险！今天什么都别想了，先住下啊。有什么事明天再说。我只是不想给你添麻烦。你怎么会给我添麻烦呢？你对于我来说，永远都不是麻烦。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信任我，依靠我，可以吗？这里呢，就是我的房间了。今晚你就住这儿。又怎么了？我睡了你的床，那你今天晚上睡哪儿啊？这是我家，我当然睡在我的床上。那我还是去睡沙发好了。好了，不逗你了。你看啊，那边还有一个房间，那是客房，我睡那儿，你睡主卧。我是客人，应该我睡客房才对啊。好了，赶紧去吧。最美的安排，不需要等待，向着我走来。爱让我们存在，不再有伤害，有谁不期待？让我们去爱，就是现在，我们去爱，向着未来。让我们去爱，让我们去爱，我们明白，让我们都不再孤单的。我先走了，今晚这里属于你一个人，希望任何眼泪也只属于这一个晚上。你真要去加班啊？别这样嘛，今天真的有点事情。我就这么不值钱吗？在工厂见的还装不认识。你早点休息，我今天一定要把设计图完成。
还是我女朋友懂事。可是我女朋友白天是监工，晚上才是设计师啊。画设计稿本来就是每天的任务，一天不练就会生疏。今天一整天我都在忙整理资料，又去跑工厂，设计任务都还没有完成呢。那你这么忙，为什么还要去工厂啊？是工作的需要。怎么了？是有人欺负你吗？还是有人为难你啊？没有啦。对了，今天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还发现有一份客户名单，上面写着“铭刻真情，感恩回馈”，这个是用来做什么的？这个呀，是我们瑞华的传统。我奶奶认为，我们瑞华有今天，都是因为这些客户的支持与肯定，所以她每年都会举办一些活动，从中随机抽取用户，送给他们礼物，以表我们的感恩和回馈。你怎么会看到这些啊？这不是你们瑞华对新人系统培训的第一课吗？我是个好学生，你就不用操心啦。那我还要。闭上眼睛。起来啦！你怎么这么早？工厂那边有点事情，所以我要早一点出去了。我以为找个女朋友跟我一起上班，哎，谁知道她上班比我早，下班比我还晚。那当然不一样啦，你是上级，我是下属，怎么可以和你作息一致呢？那你记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什么日子啊？我的生日早就过了呀。你的生日也还没到啊。相识纪念日也还没到啊。那到底是什么日子啊？是我们重逢100天的纪念日。哦，这你都能记得呀？我当然要记得了，这么重要的日子，你脑子里只有工作。我错了，那我下次会在手机里设置一个提醒，保证200天的纪念日我一定会记得。好啦，去吧。但是啊，今天晚上不许加班，把时间给我留出来。好了，我真的要走了，晚上见。晚上见。你说让我陪你去个地方，还说帮我庆祝，就是来这里攀岩啊？对啊，我们回国后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里，又是100天的恋爱纪念，当然要来这么有意义的地方了。你看到那个袋子了吗？今天攀岩馆搞活动，你只要拿到那个袋子，里面的礼物就是我的。我心情不好，可能拿到那个袋子会好点哦。你要我去拿？刚才谁还说要帮我庆祝啊？连朵花都没有，还差使女朋友，这像话吗？可是我心情不好嘛。
就让你得意一个晚上好了。过了今晚，明天可不许你再用心情不好来当借口了。好。坚持一下，马上就到了。于直，我拿到了。于直，于直，你去哪儿了？于直，于直，于直，你去哪儿了？高姐，你的礼物已经到了，请签收。祝贺我们相识100天，相恋100天。也祝你回到梦想的轨道上。谢谢你为我准备的惊喜，我很喜欢。其实呢，这些都是锦上添花的东西，真正要送你的，在你的手里。你说这是给我的？来猜猜看，你的礼物是什么？这个礼物呢，摸上去有点凉，还带刺，而且你看到了，一定会尖叫。相信我，把眼睛闭上。把手伸出来。不会吧？真是挚爱。我比赛时完成的作品，你是从国外买家那里买回来的？本来他们怎么都不愿意让给我，我只好跟他们去讲一讲我们的爱情故事，让他们成全一段尘世间最真挚的爱情。厚颜无耻。从未感觉如此的相爱，听着呼吸都打着节拍。玉芝，谢谢你。我一直都没有告诉你，这条项链的创意是来自雨林，你对我的守护。如果说每个人终会有人宠爱，我希望陪我走到最后的那个人是你。能够让我遇见你，
守护你，是我的幸运。我的生命也因此变得意义非凡。高洁，如果有一天你要从我身边逃离的话，我不管什么代价，我都会把你抓回来。